大家好，现在是2024年10月3号，这里是San Francisco的机场，我们将去加拿大的班夫国家公园周边玩6天。外面还是黑黑的，大概是5点20左右，现在是。我们从这个机走到 B 花了30多分钟，我们要到 A 去候机，这个候机厅很大。好远的地方，到 A5点44啊，走了44分钟，终于走到了我们这个坐着 A 的等位置的地方。开始登机了，我们坐的是 WestJet 西捷航空公司的飞机，我们是飞到加拿大的卡尔加里，然后从卡尔加里租车前往班夫国家公园。从旧金山飞卡尔加里只要2个多小时，这还是我们第一次清晨从旧金山机场起飞。这早上刚升起的太阳照着大地，好漂亮哦。我们飞翔在清晨的天空，我们飞翔在清晨的天空。我们的飞机现在已经飞在了卡尔加里的上空。卡尔加里是加拿大亚伯达省的最大城市，也是加拿大的第4大城市。从卡尔加里开车到班夫国家公园只要1个半小时的车程。13年以后再次踏上加拿大的领头啊！上次是在温哥华卡尔加里，开始有法语了，那就要解锁一个国家了。6个知道了 ，Welcome to Canada 了。加拿大的标志。加拿大，我们又来了。好，从海关出来了。出来的时候，海关盖了那个纸条子，千万不要丢掉。到这个出大门的时候，他还要看，还收回去。也没人跟你说，我差点把那纸条给丢了。这是卡尔加里的机场，出来了，过这个马路去租车。租车大厅，我们租的是 Alamo， 一共租了5天，在卡尔加里拿车，在埃德蒙顿还车，也就是异地还车。5天共计638加元，也就是相当于470美元。跟所有的租车公司一样，自己到你的车边照相，检查有什么破损的地方，记录下来，然后就可以开车出去了。你只要保证还回来的时候跟借的时候这个破损点是一样的就可以了。租车公司生意好啊，车子也没有时间洗，就接着又租出去啊。1184公里，看我们这一趟跑完后会跑多少公里。So you don't need a mark, right? I mark already. Oh, okay. 车开出来了，我们先去 Costco 去买一些食品和水，然后再到中国人店去吃个中餐。飞机，哇，这个飞机，这个看了飞机往上一点，你疏你不飞机你又不到天。我们主要是买水。刚在 Costco 买了一些水和食品，现在我们来到另一个商业区，主要是有大统华，也就是华人超市和华人餐馆。我们准备先买一些亚洲食品，然后到快乐小羊吃火锅。今天早上起得早，肚子已经很饿了。卡尔加里快乐小羊 open， 哈哈，火锅底料20几块钱一个人。饱餐一顿后，我们正式开向班夫国家公园。卡尔加里的天际线还挺漂亮的。哇，油罐车！
天上的云好漂亮哦。我们现在行驶在加拿大的1号公路，蓝天白云草朵都非常的漂亮。换司机了，吃了饭就是容易睡觉啊。好漂亮的湖啊！可以看见落基山脉了，非常漂亮哦。哇，还有雪的影子，雪在上面好漂亮哦。哦，这里有点像双子峰，看到没有？哦，雪山呢？看了好久了，你们两个开心了。奔到这里了。班夫国家公园要买票进去了，等在这里。Hi, everyone. Hello, Banff, Jessful, and Yahoo. Take days. Monday or Tuesday Tuesday. around 4 p.m. Yeah. So it'll be $110. Okay. 6天110加币门票，给了一本旅游指导。班夫国家公园是加拿大第一个国家公园，也是世界上第3个国家公园。它成立于1885年，位于阿尔伯塔省的落基山脉中。公园总面积约6641平方公里，以壮丽的雪山、碧蓝的湖泊、广阔的冰原和丰富的野生动物闻名于世，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自然遗产。我们现在去乘坐班夫缆车，可以轻松的到达硫磺山顶，俯瞰整个班夫镇、共和谷和周围的山脉。缆车要提前预约，我们预约的时间是下午4点半。不同国家文字的欢迎啊！刚刚了，升空了，看上面的雪景，这个南360在这，起飞。这边是空的吧？呀！上面有条河。从缆车下来了，下来的通道两边贴满了公园的介绍和信息。我们现在来到了山顶的互动展览馆，你去坐进去感受这个班夫的这个山上。我给你照张相啊。为什么如此的蓝呢？我们现在来到缆车顶端的观景台和餐厅区域。在这里烤火，好暖和。走到后路边上，哎，那边那个没有了。风景也非常的美。平台下面有一个修得非常好的步道，一直通到对面的硫磺山顶。沿着这个步道，从不同的角度看班夫美景。我们现在开始爬这个山上的这个步道了啊！看这个步道那个上面那个点去看，我们刚才从那个像瞭望台一样的东西下来的。风寒冷和岩石塑造了这个山顶亚高山世界的生命。
雪啊！又上了一个观景台，下面这个就是共和谷啊，漂亮，水好蓝啊，周围全是绿油油的草地和树林。这边这个拐角正对着我们刚才休息的那个观景台，从这里看过去也非常的漂亮。马上我们就要登顶了，非常漂亮。太阳挂在这里，还有半个小时可能就要落山了，落在这个雪山的后面，这一节很漂亮。太阳要落山了，等一下从那个山上落下去，好漂亮的。硫磺山顶，加拿大的第一张红椅子。加拿大国家公园的红椅子是加拿大公园局在全国多个国家公园、国家历史遗址和海洋保护区内设置的观景休息座椅，例如在湖畔、山顶、河谷和森林的边缘，目的是鼓励游客放慢脚步，静静欣赏大自然的壮丽景色。所以红椅子放置的地点，同时也是许多游客拍照打卡的热门景点。游客也可以通过寻找这些红椅子来探索国家公园内的一些隐藏美景。转一圈，把手套戴起来，冷了，冷了，来这边看一下，班夫国家公园真漂亮啊！在这个收费的 mountain， 就是这个硫磺山的顶上，这里面的雪山一字排开，好漂亮的晚霞啊！晚霞下的共和谷班夫镇，连绵不断的雪山峰，大自然真美啊！现在我们向步道的最高峰前进，将在最高点欣赏这里的美景。这是硫磺山的最高峰了。太阳马上就要下山了。辛苦拍岩石的人们，哎呀，人都冻死。嘿嘿。太阳落山了，我们第一天加拿大游的游程也要结束了。接下来的3晚，我们将住在靠近路易斯湖旁边的路易斯因酒店，290美元一晚。现在的物价都涨得很高了，大家是不是有同感？
夜起，迎风飘扬。路易斯音到了，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集再见。